突发消息，乌军一架 F-16战机被俄军摧毁，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俄隐身技术全曝光，苏57开始外售，阿尔及利亚首架苏57交付。特朗普将在本周再次与普京通电话，谈论俄乌停火问题。泽连斯基称，拒绝停火就是拒绝特朗普。韩国总统尹锡悦弹劾案通过，国会以204票赞成弹劾，宪法法院将裁定是否罢免，并最高可能面临死刑。德国或提前大选，舒尔茨政府因不信任案解散国会，及右翼政党支持率攀升。精彩资讯马上开始。突发消息，俄国防部声称击落一架 F-16战机，随后当地时间4月13号，乌军方称一名飞行员死亡，证实了俄击落 F-16战斗机。乌克兰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空军一名飞行员当天在驾驶美制 F-16型战斗机执行作战任务时被导弹击中并死亡。死亡的飞行员名叫帕夫洛·伊万诺夫，年仅26岁。关于伊万诺夫死亡的具体情况正在核实中。此前有军事博主猜测 F-16 可能是遭遇了苏57的埋伏，因为能确认的是当时有3枚导弹锁定了 F-16 成功躲过了其中2枚，但被最后1枚击中。另一种说法则认为是 S-400 击落了 F-16， 但无论是哪种，能够确认的一点，乌军 F-16 并没有获得确切的情报，迎战较为仓促，并且俄军发射了3枚导弹，其中2枚被 F-16 成功躲过，最后1枚因躲避失败击中战机。除此之外，乌方并未透露事情发生的具体地点和详细情况，目前仍是对事件进行核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在社交媒体上向伊万诺夫的家属表达了慰问，并要求相关部门查明事件的真相。随后，泽连斯基总统追授伊万诺夫乌克兰英雄称号，以表彰其在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过程中展现的勇气和英雄主义。英国广播公司 BBC 援引一名匿名消息人士的说法称，俄军可能向该架飞机发射了3枚导弹，型号可能是 S-400 防空导弹或 R-37 空导弹。该消息人士还排除了友军误伤的可能性，理由是在伊万诺夫执行任务的区域，乌克兰的防空系统不可能运作。俄罗斯媒体也对此事进行了报道。俄罗斯援引一名俄军飞行员阿列克谢·沃耶沃达的消息称，击落这架 F-16 战斗机的是俄军的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尽管具体战损情况和原因仍在调查之中，但可以肯定的是，控制权的争夺在俄乌冲突中依然至关重要且异常激烈，双方都在不断寻求技术和战术上的突破，以期掌握战场的主动权。此次俄方宣称击落 F-16 战机以及乌方确认飞行员死亡的消息，都进一步印证了前线战斗的残酷性，以及先进武器装备在复杂战场环境下的脆弱性。未来 F-16 战机在乌克兰战场上的运用和战损情况仍将是国际社会持续关注的焦点。近期，俄罗斯苏57战斗机的出口引起了国际军事界的广泛关注。作为俄罗斯第5代隐形多功能战斗机，苏57一直被视为俄罗斯航空工业的骄傲。近期关于其首个海外客户阿尔及利亚接收首架苏57的消息，以及俄罗斯积极寻求更多国际买家的动态，都成为了重要的军事新闻。根据多家国际媒体在2025年2月中旬的报道，阿尔及利亚已经正式成为俄罗斯苏57战斗机的首个外国买家。阿尔及利亚国家电视台宣布，阿尔及利亚空军预计将在2025年底前接收首批苏57战机，并且该国飞行员已在俄罗斯接受相关的飞行培训。这一消息得到了俄罗斯官方的证实，标志着苏57这款先进战机终于实现了出口零的突破。阿尔及利亚空军长期以来依赖俄罗斯和前苏联的军事航空装备，苏57的引进被认为是其空军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有分析指出，苏57将极大地提升阿尔及利亚的空军作战能力，并对地区军事平衡产生一定影响。这款具备隐身性能、超音速巡航能力和先进航电设备的战机，被认为能够有效补充，甚至在未来取代阿尔及利亚空军现役的苏30 MKA 等主力战机。虽然目前尚未公布具体的交付数量和合同金额，但外界普遍猜测，阿尔及利亚可能会采购至少一个中队，约12到24架的苏57，并且未来可能追加订单。
俄罗斯方面对苏武器的出口显得尤为重视。在全球军事航空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苏武器的成功出口不仅能够为俄罗斯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更重要的是能够提升其在国际军火市场的地位，并进一步扩大其军事影响力。俄罗斯军事专家伊戈尔·马利科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此次军售对于俄罗斯的国防工业发展至关重要。尽管苏武器在技术上被俄罗斯方面标榜为一款无与伦比的第5代战机，但其研发和生产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也曾面临一些挑战和延误。此外，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以及俄乌冲突等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苏武器的生产和出口进度。然而，此次向阿尔及利亚的成功交付，无疑为苏武器的未来出口前景注入了新的动力。除了阿尔及利亚，俄罗斯也在积极寻求其他的苏武器潜在买家。此前曾有报道指出，包括印度在内的多个国家都对这款战机表现出了兴趣。俄罗斯甚至提出了在印度建立苏武器生产线的合作方案，以争取印度空军的大规模订单，并进一步巩固俄罗斯在印度国防市场的地位。总而言之，阿尔及利亚成为首个接收苏武器的外国客户，是近期国际军事领域的重要事件。这标志着俄罗斯第5代战机正式走向国际市场，也预示着未来可能会有更多国家加入到苏武器的购买行列中。苏武器的出口情况以及其在国际军事航空市场上的表现将持续受到各方关注。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及今日俄罗斯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俄罗斯方面举行会谈。他认为本周可能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美乌在沙特吉达的会谈结束，乌方愿接受美国提出的30天临时停火。对此，特朗普说，乌克兰已经同意了，希望俄罗斯也会同意。我们将在今天和明天晚些时候与他们会面，希望我们能够达成协议。RT 称，特朗普暗示本周晚些时候，他可能会与普京再次通电话。CNN 报道称，特朗普希望本周晚些时候与普京进行交谈，我会和普京谈谈，希望他也会同意。当被问及是否邀请泽连斯基再次访问白宫时，特朗普说，当然，绝对会。近期，韩国政坛因总统尹锡悦的弹劾案而陷入了动荡。2025年4月12号，韩国国会以超过2/3的票数通过了针对总统尹锡悦的弹劾动议。这一历史性事件立即引发了韩国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并对韩国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弹劾动议的提出源于在野党对尹锡悦总统多项政策和行为的指控。在野党指责尹锡悦在多个关键问题上涉嫌违宪和违法，包括在处理经济政策、外交事务以及人事任命等方面存在严重失误。他们认为，尹锡悦总统的决策不仅损害了国家利益，也破坏了宪法规定的总统职责。其中，在野党重点指控了尹锡悦政府在应对国内经济困境时的不利，以及在与日本等国的外交谈判中做出了不当让步。此外，他们还指责尹锡悦在人事任命上存在偏袒，任用亲信而非专业人士，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国会投票的结果公布后韩国国内立刻爆发了大规模的政治和社会动荡，支持弹劾的民众走上街头，举行集会和示威活动，要求尹锡悦总统立即下台。他们认为，国会的弹劾决定是民意的体现，必须得到尊重。与此同时尹锡悦总统的支持者也组织了反弹劾示威，他们认为弹劾动议是出于政治动机，是对总统的恶意攻击。他们强调，尹锡悦总统在任期间为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应该继续履行职责。根据韩国宪法，国会通过弹劾动议后，需要提交给宪法法院进行最终裁决。宪法法院的审理过程通常需要数月时间，在此期间，尹锡悦总统的职权将被暂停，由国务总理代行总统职责。宪法法院的裁决结果将对韩国政治走向产生决定性影响。如果宪法法院最终裁定弹劾成立，尹锡悦总统将立即被免职，韩国需要在60天内举行总统选举。如果宪法法院驳回弹劾动议，尹锡悦总统将恢复职权。此次弹劾案的通过无疑给韩国政坛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在宪法法院做出最终裁决之前，韩国政坛将持续处于紧张状态，各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将会更加激烈，社会分裂也将进一步加剧。此外，弹劾案也可能对韩国的经济和外交产生负面影响，政治动荡可能会影响投资者的信心，导致经济下滑。
同时韩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也可能受到影响。基于盟友和伙伴国家的关系可能会变得复杂，国际社会对韩国的局势也保持高度关注。许多国家呼吁韩国各方保持克制，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分歧，维护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他们强调，韩国是东亚地区的重要国家，其稳定对地区和平与繁荣至关重要。总而言之，尹锡悦总统弹劾案的通过是韩国政治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不仅考验着韩国的宪法制度，也考验着韩国社会的凝聚力和政治成熟度。未来数月，韩国政坛将围绕弹劾案展开激烈的博弈，其结果将对韩国的未来走向产生深远影响。德国政坛近期风云变化，关于提前大选的讨论日益激烈。舒尔茨政府面临的不信任危机以及极右翼政党支持率的攀升，共同构成了德国政治格局的复杂图景。一系列事件的叠加，使得德国的政治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舒尔茨领导的联合政府自上月以来面临着众多挑战，包括能源危机、通货膨胀以及俄乌冲突带来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在应对这些挑战的过程中，政府内部的分歧日益显现，执政联盟的稳定性受到了严重威胁，尤其是在一些关键政策上，联合政府内部各党派的立场差异明显，导致政策执行效率低下，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持续下降。近期，反对党在国会提出了对舒尔茨政府的不信任案，指责其在经济管理和外交政策上面的失误。反对党认为政府的政策未能有效缓解民众的经济压力，并且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也未能维护德国的利益。虽然不信任案的最终结果尚未出炉，但其提出本身已对舒尔茨政府的权威构成了严重挑战。倘若不信任案获得通过，舒尔茨政府将面临解散国会的压力，德国将不得不提前举行大选。与此同时，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持续攀升，成为德国政坛不可忽视的力量。AfD 以其强硬的反移民立场和民族主义主张，吸引了大量对现状不满的选民。民调显示， AfD 在部分地区的民意支持率甚至超过了传统主流政党，这无疑给德国政坛带来了新的变数。AfD 的崛起反映了德国社会深层次的焦虑和不满，经济上的不确定、文化上的冲突以及对传统政治体制的失望，都为极右翼势力的扩张提供了土壤。AfD 的崛起也引发了德国国内以及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许多人担心极右翼势力的壮大将对德国的民主制度和欧洲的稳定构成威胁。提前大选的可能性使得德国政坛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如果大选提前举行，各政党将展开激烈的选战，力图争取选民的支持。舒尔茨领导的联合政府将面临严峻的考验，而 AfD 则有望在选举中获得更大的影响力。选举结果不仅将决定德国的政治走向，也将对欧洲的政治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德国的政治动荡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德国作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和重要的政治力量，其稳定对整个欧洲乃至全球都至关重要。许多国家呼吁德国各政治势力保持克制，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分歧，维护国家稳定和发展。总而言之，德国面临提前大选的可能性舒尔茨政府的不信任危机以及极右翼政党支持率的攀升，共同构成了德国政坛的复杂图景。这件事件的叠加使得德国的政治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德国政坛的走向将对德国乃至欧洲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